所以说这种本身就是寻常，这种绘画题材是寻常百姓甚至是一般士大夫家庭根本就用不起的。所以说呢，家学的渊源呢，我认为它是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西梦为什么年纪轻轻就能够在青绿山水上有这么高的造诣。这就是我，就像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就是我在查找资料中寻找到的意外的惊喜。第二个呢，问题是，就是说在画作的结尾，其实很多读者也问过我，就是说提到了另外一幅画家是谁？其实已经有很多读者，我在跟一些读者互动的同时，我看到有很多读者其实已经猜到了，这个画家呢是南宋的一位宫廷画家，叫做李松，而那幅画呢是他画的一幅画，叫做《骷髅换气图》。这幅画呢我就没有贴出来了，因为它描述的是一个大家可以查一下，它是一个绢本扇面的一幅画作，然后它描述的是一个大骷髅，一个货郎装束的大骷髅，然后通过这种丝线提线木偶的方式操作了一个小骷髅，然后这个小骷髅去诱惑一个就是说活生生的人类婴儿的一个画面。这个画面非常跟我们传统的很多富贵祥和的这种画是不同的，它的画面是非常阴森诡异的。对于它其中隐含的这种深意呢，历来是众说纷纭的。有说呢，它反映了这个画家对于生与死的一种态度；也有呢，它也有说法是这种反映了一种佛学或者道家的一些宗教方面的一些隐喻。但是呢，为什么我目前这幅画呢，它也收藏于故宫博物院？其实这两幅画的这个交融点，它都收藏于故宫博物院，其实也是推动我创作这篇小说的源泉之一啊。为什么说他李松这个人物李松画家李松和我这个小说中的一个人物警察周林是类似的呢？因为李松他虽然画了这幅画，他虽然是一幅宫廷画家，但是呢，他其实流传于世的作品有很多，大部分呢其实是描述底层市井生活、农村生活的，非常有生活气息，和这个富丽堂皇的宫廷绘画是截然不同的。所以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呢，就是说这个人的风格是非常食人间烟火气、非常接地气的。所以呢，我猜测他这个人应该也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非常达观洒脱的人。所以说呢，与他性格类似的周明，他最终拒绝了西梦来自高维时空的邀请，选择了留在城市。其实这也是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的一种人生态度，就是我们的世界可能有很多艰辛，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它仍然是美好的，我仍然热爱。然后第二个例子呢是我的两部小说，一个关于龙的一个系列小说《走蛟》和《龙海》。走蛟呢，它是关于它的背景是放在安史之乱后，关于那个边军镇守安西的。龙海呢，它是背景是在清末时期德国占领胶州湾为背景的，然后对这个龙呢这个生物进行了科幻化的解构。所谓的走蛟呢，其实就是蛟化龙的这个过程，从蛟变成龙的这个过程。龙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符号啊，它源自于现实真实中存在的生物，但是呢又被赋予了很多文化上象征性的意味。如此亦真亦幻间呢，就造就了它的独特魅力，而其实这也给了我想象和创作的空间。如果龙真实存在，用科幻的角度，用科学的角度来思考，如果龙真实存在，它会是怎样一种生物？它是怎么不依靠它翅膀、依靠羽翼而飞行的？在很多细的历史记载中，为什么它的出现总是伴着风雨雷电？作为科幻作者呢，我认为现在我们有一个论调，就是说现在科幻能够写的科幻题材、科幻点都已经被写干写尽了。比如说像我们经常知道像基因工程、基因生物，或者是我们的机器人、智能机器人叛变这些题材，包括星际大战这些题材，是不是大家都已经看腻了？但是呢，我认为我们所需要新奇的科幻题材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简洁而震撼的题材。我们的前沿科学现在已经发展到了非常艰深晦涩的地步。我曾经看过一本科幻小说，叫做《龙蛋》，它描述的是在中子星上的一种生物。作者呢应该是一个物理学的博士，他是专门从事
宇航航天这一方面研究的一个博士，而且他非常以他的理工背景自豪，他认为这些他的这种科幻小说就是给博士以上学历的人看的。但是对于我认为对于我们大众来讲，我们能够直观的感受到科学的魅力，其实主要还是古典科学，就是牛顿力学体系下，或者是稍微再引申一点爱因斯坦那个体系下的经典科学。所以说呢，我认为好看的科幻小说它一定是需要一个简洁而又震撼的点子的。所以说为什么所谓科幻题材写进，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科幻题材越来越多的丧失了它的简洁性，追求震撼性的同时丧失了它的简洁性和可读性。那这个时候呢，我相信龙它就是这样一个点子，它既可以用科学的角度来解释，但是又沟通了我们的文化。所以说呢，这一刻呢，我想到这个点子的时候呢，其实就像在海边的沙滩上发现了一个宝石。接下来我要写这个过程，就是我把这个宝石捡起来的过程。一次偶然的机会呢，其实看了大量的书，我在《旧唐书哥舒翰传》中呢查到了一条记载。这条记载是这样的：天宝7载，也就是公元748年，哥舒翰驻神威军于青海上，吐蕃至，攻破之。又筑城于青海中龙居岛，有白龙县，遂名龙居城。遂名运龙城。吐蕃并计不敢进青海。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在天宝年间，当时唐朝和吐蕃其实是在青海湖就是这一线是在反复拉锯作战的。其实我们古唐时年不是有军部舰青海图吗？指的就是这个位置。这个地方当时在唐代的时候发生了几场那种死伤数万人规模的大战嘛。然后这个时候呢，这句话描述的就是哥舒翰，这是唐朝的一个名将，他把这个神威军呢，他的军队驻扎在青海湖周边。但是这个时候呢，吐蕃攻击过来，然后他没有顶住这个攻击。之后呢，他又想到了一个办法，因为什么当时我查了一些资料，为什么当时会有这样一些问题呢？主要就是地理和地势的原因。因为当时青海湖已经到了我们的青藏高原的边缘了，它的海拔是非常高的，而且到了冬天的时候，青海湖它是会封冻的。封冻的时候呢，在这个雪夜里面，这个吐蕃的骑兵是可以直接越过青海湖去攻击唐军的。所以呢，这个哥舒翰他想了一个手段，他在青海湖中央有一个湖心岛。湖心岛呢，这个岛叫做龙居岛。它龙居岛它这个名字的来由呢，是因为它岛上产一种马，这种马呢非常非常神骏，所以叫做龙居岛。然后呢，他在建这个堡垒的时候呢，在青海湖中呢出现了一条白龙，所以呢这个城堡呢最后它就起名叫应龙城。这个城堡建成以后呢，这个吐蕃就从这一带绝迹了。其实这个城堡的遗址现在在那个我们的青海湖心岛上面还有啊。当然这个我觉得更多的这条记载呢未必是真实的历史，他做了一些神话，就是说对于这个哥舒翰这个人的战功可能做了一些神话化的这个演绎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好的启发了创作，然后循着这一条线索呢，我就不断的拓展，通过刚刚的方法，不停的去查到一些资料。我其实知道了，在安史之乱之后，因为我会看到，就是说安史之乱之前，唐朝和吐蕃是在青海一线拉锯的，反复争霸，包括他们争夺西域的控制权。但是呢，在安史之乱之后发生了什么呢？我发现就是说，在安史之乱之后呢，有一个人物叫做郭兴，他困守安西。这个人呢，郭兴可能在我们的历史中，大家是比较陌生的，但是有一个人可能大家比较熟悉一点，叫郭子仪。郭子仪是唐代的一个中兴名将，可以说他是他一手平定了安史之乱嘛。然后郭兴呢是他的侄子，所以说这个人呢其实是出身于就是官宦之家，出身于豪门的一个就是军功世家的一个公子啊。然后呢，他在平定安史之乱之后呢，当时相当于其实整个唐朝是百废待兴的。他是出使了安西，也就是我们现在安西都督府，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新疆这一带，新疆和中亚这一带啊，其实已经连到中亚这一带。然后呢，但是在他去到安西之后不久呢，
吐蕃呢，其实趁着大唐内乱的这个时期，就是国力下降的这段时期呢，其实连续对唐朝发动了一系列的进攻，一度呢还攻陷了长安。然后呢，在这一波攻势中呢，其实唐朝原有的疆土、河西走廊，包括陇右的一些土地，都被这个吐蕃给占据了。也就是说，安西呢，安西它成了一块飞地，它和我们的那个本土是已经割裂开来了，它相当于被吐蕃围困在中亚的这个地区，它跟唐廷其实已经断绝了往来。其实史学上呢，之前的史学家传统的史学派呢，一直认为啊，这一支乌军其实很快就覆灭了。但是最近的一些考古研究表明呢，他们坚持了比我们想象长得多的时间。其中呢，在就是唐龟兹附近的通古斯巴什古城遗址附近呢，其实出土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文物啊，叫做李陵借粮残器。它是一个借粮，当时当地一个叫李陵的人，他从别人借粮的一个契约啊。这个残器上面它的价值体现在什么呢？它上面的纪年，它会写时间，它的纪年是唐大历15年。但是实际上呢，在我们的真实历史中，这个大历年号呢，仅仅只持续了14年。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说明呢，当时的安西因为与内地就是断绝了联系，年换就是皇帝换，就是年号换，他们都是不知道的。然后呢，另外一个人物是一个叫季护苏的波斯王子。所以说，我们的大唐朝却是一个非常八方来朝的国度啊，真的当时这个包括很多外国的使臣、外国的贵族，在我们的史书是留下了记载。这个季护苏王子呢，他是波斯的一位王子，波斯萨珊王朝的一位王子。然后呢，他的经历呢非常传奇。据考证呢，他是波斯萨珊王朝末代皇帝的玄孙。在大食，也就是阿拉伯帝国灭亡波斯萨珊王朝的这个过程中呢，他其实几次出使大唐，向大唐求援，但是当时确实大唐和那个波斯之间还隔了那个突厥，所以说其实虽然大唐国力强盛，但是也是鞭长莫及的。他最后一次出使大唐，根据史书记载，似乎就永留长安，就老死在长安了，就没有离开过了。其实我觉得它是我们的古籍中呢，就是说关于波斯萨珊王朝所记载的最后王爷啊，我觉得他们两个人是有非常多的共同点的，就是说他们化龙归家，就是我们从骄变成龙，最终回到故乡，其实隐喻了他们的抗争，其实再合适不过了。在我的设立中呢，龙的飞行原理呢，与19世纪末曾经盛极一时的大型硬质飞艇呢，是如出一辙的。所以说，这个就引入了我的另外一篇小说，另外一篇系列作，叫做《龙骸》。大型硬质飞艇它的发明者呢是一个德国贵族，他叫齐柏林。然后呢，另外对我们国家而言呢，我们国家同样有类似于齐柏林这样的人物。这个人呢叫做谢本泰。他的身份呢，首先他是一名工程师，他是一个澳洲华侨，他是一名工程师。然后呢，他一度在香港为家族打理生意，但是呢，他同时也是一个革命者。他是中国早期的革命者之一，他的资历应该是比孙中山还要老。但是呢，因为后面的一些历史变故呢，他退出了革命。这个人呢，其实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熟知的身份啊。大家在看历史教材，我记得是初中还是高中历史教材，我们学过一幅在那个列强瓜分中国的考号中，我们其实学过一幅非常著名的史诗漫画，叫做《时局图》，就是中国被很多列强试图瓜分，然后这个列强呢用那个画家的用非常形象的笔触去描述了各个列强，美国是一只老鹰，然后这个日本是一个太阳，然后俄国是一只熊。这幅画的作者呢，其实就是这个谢本泰。然后呢，所以说呢，他也就是一个非常进步、非常进步，然后具有科学知识的一个近代中国人。他是一个工程师，同时他曾经试图
制造一艘属于中国的飞艇，并且他把这个画已经画出来了。那个中可以在网上查一下他所设想的这个飞艇啊，叫做中国号，上面还有一艘清政府的青龙黄龙旗。然后呢，所以我在这个故事中，在轮海这个故事中呢，我就以他们2个人在胶州湾目睹了一场坠龙事件为背景呢，并且呢，他们通过解剖这条龙的尸体，最终呢，受到了启发，开启了这个飞艇运输的新时代。这篇小说呢，是以清末就是德国强占这个胶州湾为背景的，是以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历史背景。但是呢，为了与这个历史的细节呢尽量相吻合呢，我查询了很多相关资料，包括这个德国强占胶州湾时候呢，前来援助的这一条铁甲舰叫什么名字？我查了很多资料，最后在一张那个档案的照片中，我看到了那个军舰的名字叫做奥古斯塔皇后号，是一艘铁甲舰，而且这艘铁甲舰，特别有意思的是，它铁甲舰和我们当时后面就是之前甲午中日战争在德国并购的那个定远舰，它其实是同属一个系列的铁甲舰，它相比而言要更加先进一些啊。然后包括德国强占胶州湾之后，也就是我们现在的青岛，它是如何在这个胶州湾营建这个要塞的？包括像青岛上面旁边的这个青岛山，它的岩层是怎样一个性质？我查到这个岩层的性质呢是花岗岩，所以说是存在在里面进行一个所谓的解剖实验的这种可能性的。所以说呢，我认为在这篇小说中，对于历史细节的这些把控呢，我已经在我的角度上而言，我认为我已经做到了极致。但是这篇小说发表出来以后呢，有一位读者，我觉得这个一个非常好的读者啊，他跟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而且这个读者很有可能，我认为他很有可能就是一位青岛读者。他的网络 ID 是在山东，但是我看不到他具体在哪个城市，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个青岛人，因为他对青岛的地理包括历史非常了解。他指出了一个地理上的问题，就是说我过程中呢是有段，就是说这个军舰进入骄傲海域的时候呢，进入骄傲海域，通过了一个环山的海湾，然后从军舰上呢看到了这个山上的一个炮台，但是呢他指出呢，如果这个海湾，根据小说中的描写，这个海湾应该就是现在那个青岛的汇泉湾，事实上确实也是如此。我就是以这个汇泉湾为原型去创作的这个故事。然后呢，那它旁边的山就是青岛山，但是呢，青岛山实际上已经在内陆了，距离汇泉湾呢有大概2公里左右，然后距离主航道呢其实可能就更远，大概有3-4公里。这个时候呢，即使青岛山上是有炮台的，在军舰上其实也看不到这个炮台。所以说，这位读者就是帮我捉了这么一个虫。说实话呢，我觉得能有这样认真的读者，这样细致的阅读我的小说，我感觉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非常让人幸福的事情嘛。但是这同时也提醒我们，在创作历史科幻小说时，在历史地理这些细节上面，无论是多么审慎，都是值得的。所以说呢，到这里呢，其实走交龙海以及时空画师呢，其实分别代表了我认为的我在科幻小说中所创作的历史科幻小说创作中的常见的2种方式啊。一种方式呢，就是像时空画师这样，我先是对一个历史背景，比如说我对这个画家对这幅画产生了兴趣，然后呢，我基于这个背景，我做科幻化的解读，其实跟我们之前所说的宝树这个观点，所谓历史的观点，就是不谋而合的。还有一种方式呢，是走交和龙海，它是我先有一个科幻的点子，我有一个关于龙的科幻的点子，然后呢，我去找资料，我去寻找一段合适的历史背景，把它嵌入进去。当然呢，这只是我个人在这个科幻创作中的一些浅见呢。无论是我还是就是各位有志于历史科幻创作的朋友们呢，其实都应该尝试更多的可能啊。最后呢，其实关于那个关于历史科幻的讨论呢，我们其实不得不回到了就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啊，就是历史科幻的软硬之争。它到底是我们应该好的科幻到底是应该是软科幻还是硬科幻？其实呢，究其本质就是我们读者需要怎样的科幻。关于这个问题呢，其实老一辈的，就是我们中国科幻四大天王中成名最早的一位王金康老师，
他其实就曾提出一个核心科幻的观点，认为呢，所谓的核心科幻是什么呢？是应该充分表达科学所具有的震撼力，以理性和科学的态度去描写现实的超现实的情节，运用科幻独有的方法手法，最终激起读者对科学的尊崇与向往。在遵循上述定义的基础上呢，他认为呢，可以用宽广的心胸和预见性呢去描述一幅生态蓝图。就科幻文学整体而言，这个大科幻的概念呢，是不刻意去追求区分科幻和奇幻、软科幻和硬科幻，不把符合科学意义上的正确的作为科幻作品的为桎梏，但是不刻意强调科幻的科普功能，给科幻文学以充分的发展空间，广泛吸引各种口味的读者，促进科文学品种大繁荣。但同时呢，也强调核心科幻在科幻作品中的独家作用，强化其社会责任。这样呢，既能强化科幻文学的生命力，也对社会而言呢，也具有非常大的积极作用。所以呢，其实不只是我们今天所遇见的这种情况，软科幻和历史科幻在融合，在世界范围内，不只是科幻文学，甚至是所有的类型文学，包括悬疑、包括奇幻、包括推理，它其实都不可避免的在卷入了这个融合的这个大趋势中。进入千禧年之后呢，就是2000年之后呢，先是有一位重庆读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叫做拉拉，他凭借春日的云梦山中村，获得了2003年的那个银河奖最佳新人奖。这部作品呢，它其实具有一个非常浓厚的历史奇幻的色彩，它讲的就是验尸造人这个故事了。作者本人呢，我看过一些采访，连作者本人他其实也一度认为呢，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科幻小说。但是这并不妨碍他20年之后，我仍然对这篇作品记忆犹新，也还非常怀念呢他当时在科幻领域中引起的热议或者是讨论嘛。当时我记得我们看杂志《科幻世界》杂志，它下面是有边框的，边框它是会反映一些读者的留言或者是意见。那一年的我记得这个杂志上面可能大部分信息都是关于这篇科幻小说的，可见当时这篇小说所产生的影响呢。然后在这篇小说仅仅1年之后呢，长篇历史科幻小说《天意》又横空出世了。作者钱地方他本身就是无锡的一位中学历史老师，在专业范畴之类的天意呢，不但碰到了经得起推销的历史细节，还将这些细节呢有机的编织到了这个科幻故事中，结合到了真实的历史中。据当时的统计呢，我看到了事后的一些报纸的宣传就是说这个天意的单行本的销量是超过了20万册。其实可能和大家预想的不同，因为大家可能很多是通过刘慈欣、通过《三体》了解到科幻小说。其实，在很早之前，科幻它是一个非常小众的门类，可能很多时候科幻书的销量就几千册、1万册，能够一次性销售20万册，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就。而且当时正是这部小说直接促成了《三体》的创作，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大刘的科幻创作，看刘慈欣的科幻创作，他早期他也是以短篇为主的，但是他的短篇其实很多，它是有非常宏大的构架，它实际上就是一个长篇的构架。为什么他写成了短篇？因为当时的市场环境和出版环境确实不允许，因为你写了长篇，没有地方出，没有地方发表，卖不出去，所以其实天意的成功直接坚定了大刘的信心，其实我们的市场，我们的读者是可以接受我们的长篇科幻小说的。然后呢，我认为这个其实天意呢，我印象中呢，它应该是我原创科幻，也是我们国产科幻第一次在市场环境中的破圈如果说呢，这些成功的先例呢，为科幻的发展指明了某些道路的话呢，其实我觉得这一呢，鲁迅先生的一句名言就是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变成了路。历史与科幻，软与硬，内循融合与传统经典，不同的路线之间呢本身并无对错。对于科幻这个存在无限可能的门类呢，它也已经存在不同的选择。今年2月份呢，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科幻短篇集《海洋怪奇故事集》。这本书呢，收录了我从2019年之后创作的10篇比较满意的中短篇科幻作品，包括此前没有发表的《愿时间再次停留》和《国外的春天》。
在原有历史科幻小说创作的基础上呢，我尝试去跳出舒适区。就像我践行我刚刚所说的话，我也并不愿意虽然我写的小说主要是以历史科幻为主，但是呢，我也并不愿意一直待在这个舒适区里面，我会去寻找更多的可能性。前者呢，院士篇再次停留呢，它是通过对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科幻化的想象和描写，思考了老龄化社会呢，亲情伦理以及赡养的问题。然后土楼外的春天呢，就是试图通过福建土楼这个极具特色的传统建筑呢，其中的科学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这个土楼外的春天这一部作品所描绘的一个土楼的原型。这个土楼的原型在我们的这个是号称土楼之王的那个福建2一楼，福建新窑2一楼。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可能还展现不出这个效果。大家如果真实到这个景点去看的话，是非常震撼的。它是整个一个蒋氏家族就住在这栋楼里面，巅峰时期是住了200多户人，200多户将近1000人在里面生活。然后呢，就是试图用东方的这种哲学观，因为我们东方的哲学观是什么？包括我们福建土楼，它体现的是怎样一种哲学观？是聚集而居，集体是大于个人的一种哲学观。包括我们其实，在我们很多我们的科幻作品，我们的影视作品，我们的科幻作品，我们大多数主要的科幻作品是以西方欧美的科幻小说为主。慢慢的，我们现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产科幻小说，包括我们的电影。在电影里面，其实我们《流浪地球》里面有一句很引发了很多讨论的台词啊，就是说宇航员要在一个月球上要引爆核弹，当时说的是什么？50岁以上的请出列。这种观念在用这种西方的价值，用西方的这种体系里面是不太容易理解的，但是放在我们东方的这种思维里面，其实是顺理成章的一个选择啊，也是我们所谓的一种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的一种体现。所以说我通过这种来去融合进了我的故事。另外呢，这篇小说的《土楼外的春天》其实还受2个作品的影响。一部作品呢是我很早之前看过的一本科幻小说，叫《迟暮鸟语》，是英国的一位女作者写的。《迟暮鸟语》它反映的是一个西方的一个末世故事，一个废土小说，就是说在未来世界人类慢慢走向灭亡，人类会怎样生活？但是另外呢，右边这幅图呢是一幅电影剧照，这个电影呢叫做《末代皇帝》。我觉得这幅剧照特别有意思。这个里面的这个人物呢是溥仪，他骑着一个自行车在故宫，在紫禁城的宫墙之内，他不停地穿行。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以传统和现代的一个冲突啊。包括其实中间这部电影中，我觉得有一个非常让我印象深刻的台词。溥仪很小的时候，他其实已经退位了。他有一天看到了宫墙外的人群，当时示威的人群，学生运动的人群。他问他的内务大臣，他说我现在还是皇帝吗？他的大臣告诉他说，陛下，你在宫墙内你永远都是皇帝，但是在宫墙外你什么都不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其实体现的，就是这是一个就是说这个宫墙，故宫的这个宫墙是我们东方化的一种意象，就是它是既保护了我们，既保护了他这个个人，但是也禁锢了这个人。所以最终呢，就创造了这样一篇科幻小说。所以说时代其实赋予了我们科幻前所未有的关注啊。之前像我刚刚说的，我们的科幻一度是非常小众的，但是呢，也是我觉得也是应该非常感谢大刘慈欣，因为他呢，包括我们很多科幻前辈的努力啊，然后现在科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其实正如我觉得科幻大师阿瑟克拉克他在他的墓志铭上的一句话，他从未长大，但是从未停止生长。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目前科幻的一种状态，它也谈不上成熟，它现在也不是虽然比以前受到关注度高很多，但是我仍然认为它是小众的，但是呢，它一直在成长，一直在进步。在宏大的这个时代背景下呢，我们其实都是其中诞行好事的一份子吧。包括我现在所做的这些尝试，所做的这些努力，我觉得前路昭昭，路是在我们自己脚下的。所以说，对于科幻而言呢，这个
探索本身就是意义所在。包括我自己，我是一直把科幻当做我自己的一个在2023年之前啊，我是把它当做一个完全的业余爱好在写作，每天花的时间也很少。像刚刚我所说的，我这边这本故事集，其实我最早一次发表作品可能更早是尝试投稿，是到可能要追溯到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小的时候。到2011年的时候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科幻小说，然后中间呢，就是因为找工作啊，因为适应工作的原因，其实停了很长一段时间。后面陆续的，到2017年、18年，工作渐渐稳定下来，游刃有余了以后，开始用一个比较稳定的节奏去创作科幻小说。一直到了2019年，我觉得我写的东西才相对成熟一点。为什么我说刚刚这本小说选的是2019年之后发表的这些我觉得比较好一点的科幻小说？因为之前写的我自己确实现在不太好意思拿出来给大家看，确实写的很幼稚啊。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呢，我觉得相对来说，它就是我目前创作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吧。我觉得我把这个自己的创作和自己的这个工作生活区分得很开，但是呢，在这个不多的一点时间里面，像我的话，我经常可能晚上11点钟才开始写东西，因为平时工作也比较忙，然后现在家里面还添了个小宝宝，小宝宝也需要陪伴，所以说其实留给我的时间很少，可能晚上11点钟甚至更晚，然后每天晚上半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写一点点，可能一年下来，可能最多也就写个5、6万字。其实这就是我对于写作的一个态度吧。我觉得我可以不一定追求就是说在短时间之内有特别多的爆发式的发表，但是我追求一个长期的细水长流。我觉得可能在座的各位因为都是热爱读书的人，我觉得可能我们在这一点上是相通的。读书或者是我们的很多爱好，其实在我们现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它是比较孤独的一种爱好。在我们的身边，虽然我们今天齐聚一堂，我们好像我们身边有很多共同的爱好者，包括我们的书城，我每次去逛的时候人很多，但是真正我们在生活中有很多人看书的人，甚至是有很多看科幻小说的人很少。但是呢，我觉得正是这一些东西支撑着我们慢慢走下去，可以给我们在这种不多的空间中获得更大的自由。本身写作呢，我觉得就是为我自己，虽然它本身是一个非常枯燥、非常艰苦的过程，但是对于我而言，写科幻小说，就是为我自己争取更大的自由的一个过程。谢谢大家。感谢海洋老师。海洋老师从世界和中国第一部科幻作品讲述了历史与科幻的美妙融合，分享历史科幻创作的原则和方式，使我们大开眼界，受益匪浅。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海洋老师的精彩分享。